龙族女帝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刚重生成小白蛇还没3分钟，就被我这条大黑蟒强行配对疯狂纠缠。愤怒的他在心中暗自发誓，恢复修为后定要将我抽筋扒皮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我不仅是一名穿越者，而且还能够听到他的心声。然而此时我却十分慌张，没想到自己随便拐来的小母蛇，竟然也是一名重生者，并且还是龙族女帝这种通天大佬转世。一想到刚刚惨不忍睹的交缠，我就不由感到心慌。正当我想着要不要先下手为强时，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：叮，逆袭承接系统绑定成功，获得能力100倍返还，给予返还对象好处，自身即可获得100倍返还。返还对象绑定中，绑定成功。绑定对象柳如烟，原龙族女帝，状态重伤濒死。我猛地扭头看向洞口的柳如烟，如同看到了一件绝世珍宝。柳如烟和我的目光对上后，身子下意识地颤抖了起来。这时，我庞大的身躯径直朝着洞口爬去。柳如烟见状，心中大骇，这只萤虫难道又要了？她前世身为龙族女帝，很清楚蛇性本淫的道理。若是让她再承受第2次屈辱，那她宁愿去死。柳如烟紧咬牙关，显然已经做好了和我拼命的打算，却不曾想我看都没看她一眼，直接朝着山林中游荡而去。柳如烟的心声我当然听得一清二楚，蛇性本淫并没有错，但我可是个单身20年的处男，实在下不去手呢。况且方才我的意识还没完全苏醒，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刚刚的事并不是我做的。我一边在丛林中穿梭，一边融合着脑子里的记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提升修为，争取早日蜕变成人形。等到我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洞口时，口中已经多出了各种动物。见到我回来，柳如烟下意识地将身体蜷缩了起来。她刚刚也尝试过离开，可伤势实在太重，根本没有行动的能力。看见食物后，柳如烟咽了咽口水，但碍于自尊心，她并未露出半点乞食的面容。见状，我本来还想再缠一下她，但想了想还是算了。若是一不小心将她饿死，那可就真的亏大发了。我咬住一头棕熊甩到柳如烟身前，柳如烟眼中满是惊愕。此时她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，纵使她是妖族天骄，也无法抵御生物本能。罢了，本宫就尝一口，待本宫恢复修为，再报今日折辱之仇。随即柳如烟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口用獠牙撕开了棕熊的身体。听到心声后，我的脸顿时黑了下来。吃我的喝我的，还要扒我的皮，要不是系统绑定了这根筋大腿，我早就溜之大吉了。不久后，我的脑海中接连响起一道道提示音：叮，恭喜宿主获得100倍返还，奖励危险直觉、超级嗅觉、一牛之力。我立刻调出系统面板，此时上面已经多出了10几种神通。我心中不由感叹，不愧是修仙大佬，只是吃了一头棕熊就恢复了这么多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又咬了一头麋鹿丢到柳如烟面前。此时柳如烟正消化着肚子里的食物，身体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看见我又抛来一只野兽，她也是来者不拒，张开血盆大口又撕咬了起来。悦耳的系统提示音不断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我见状乐开了花。随后我一连3天每天都外出捕猎，方圆百里的野兽全都难逃我的魔爪。捕捉回来的野兽一大半都进了柳如烟的肚子，她的鳞甲越来越亮，个头也都快赶上我了，甚至我还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股强烈的威压。但柳如烟恢复的越快，我越是兴奋，因为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受益者。如今我已经获得了近100个神通，实力也比以前强大了不少。我大笑一声，将这次捕获到的食物甩到柳如烟面前，准备查看这次的收获。叮，检测到绑定对象柳如烟的心境变化，亲密度+1，神通合成功能开启，亲密度越高返还的奖励越好，亲密度为0，绑定关系则会立刻解散。闻言我一愣，发现系统面板上不仅多了个亲密度，还多了个神通合成功能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立刻将这几天得到的返品神通进行了融合，合成成功。恭喜获得灵品神通百兽之王。下一秒，我原本10几丈的蛇身快速膨胀，变得比之前粗壮了不少。感受到自身的变化后，我化作一道流光，朝着不远处的小山攻去。轰的一声，强大的撞击声响彻云霄，这座小山竟然被我生生洞穿了。与此同时的溶洞内，柳如烟经过3天的进食，已经恢复了一些实力。她眼中露出一抹笑意，贼老天，纵然你机关算尽妄想覆灭我龙族，但那又如何？我柳如烟还是活出了一线生机。这时一声巨响轰然响起，柳如烟呼吸一紧，只觉得一股强大的压力压得她难以呼吸。莫非是追击本宫的天兵天将到？柳如烟全身肌肉紧绷，却不曾想她刚抬头，就看见一条黑色巨蟒盘踞在不远处的山石上。怎么会是她？柳如烟蛇眸中露出一抹震惊之色，她万万没想到，刚刚那一声巨响竟然是我造成的，这破坏力已经不逊色于灵种了。她分明记得我只是一条得天独厚的凡种，怎么会3天内发生如此变化？这时柳如烟眼神一明，看见我额头处长出的长角后，她微微一愣，原来如此，竟然有龙族血脉。不过这代表不了什么，且容你嚣张几日便是，待本宫重修龙族功法，定然能将你远远的甩在身后。想到这，柳如烟叹了口气，只可惜重修功法还需借助妖族内丹才行，本宫如今的修为有点难办。柳如烟丝毫不知自己的心声已经一字不落地落在了我的耳中，我嘴角僵硬，心中顿时骂开了：妈的，还是要让老子当坐骑，这妞有毒吧？说好的亲密度提升了呢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现在我已经算是修仙者，不，修仙蛇了。我摇摇头，没心思搭理这变态妞的想法，直接打开属性面板，唰的一下，虚拟界面调换出来铺开光幕，宿主许金龙，物种白龙蟒，品阶灵种，神通百兽之王，灵品。我眉开眼笑，能清晰感觉到生命层次的蜕变，想来这就是他口中的龙族传承了。不过就这可不够看啊！我嘀咕一声，目光再次落在柳如烟身上，看来要继续变强，得琢磨琢磨如何帮这变态妞找点妖丹了。柳如烟被我的目光盯得心底发毛，死萤虫看什么看？再看信不信本宫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？别以为你晋级成为了灵种，本宫便怕你。待本宫修炼龙族秘法，
进度定会比你快上100倍。我心里已经开始骂娘了，这变态妞不过是看他一眼而已就要挖人眼珠子，就这脾气怪不得被人坑的转世重修。若不是有系统绑定，我早溜了。现在绑定已成，再嫌弃也得老老实实给他做牛马。好不容易从996的牛马生活脱离，如今来了这一世，居然还要做牛马，难不成我许金龙就是天生牛马圣体？吐槽归吐槽，我还是乖乖转身朝山间密林而去。溶洞方圆百里的活物早被我抓干净了，这一次我直接深入密林。晋级灵种前，本能让我对密林深处心生恐惧，但现在不同了，我不仅是灵种，还得了百兽之王的神通，心中再无畏惧。没多久，我便踏入密林深处，刚一进入，便觉气息特殊，光是呼吸就十分舒畅。这股气息进入体内，竟凝聚成一股玄妙力量，不断淬炼着我的蛇身。乖乖，这里的气息好特殊，难道这就是玄幻小说里面说的天地灵气？察觉到身体的变化，我双眼一亮，当即昂起头，快速吸取周围的气息。丽丽！就在此时，一声鸟鸣忽然响起，我刚抬头，就见一只大鸟亮出锋利双爪，急速俯冲而下，鸟爪泛着寒光，似能抓碎巨石。面对突袭，我不敢放松，身躯急速扭动，险险躲开。砰！大鸟的爪子落在我刚才栖息的巨石上，300-400斤的巨石瞬间被抓得粉碎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有些头皮发麻，幸好跑得快，不然真成好几节死翘翘了。唰！大鸟一击落空，飞身而起，继续朝我扑来。我丢啊！我赶紧扭转蛇身，急速后撤，同时暗骂：这是个什么品种的鸟啊？居然这么凶猛！丁，宿主偶遇2阶捕蛇鸟，检测到目前柳如烟急需妖丹修炼，将此妖丹赠送给柳如烟，可额外获得特殊奖励。额外奖励，我眼前一亮，但很快又垮了下来。大鸟太凶，光听名字就知道是蛇类天敌，我才刚突破灵种，怎么打得过？明知不敌还硬碰硬，那是找死。但我可不是纯粹的蛇，武力干不过难道不能智取？趁着捕蛇鸟盘旋的间隙，我左右环视，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树藤上，心中顿生一计。嘶！我主动朝半空的捕蛇鸟发出挑衅的嘶吼。捕蛇鸟见我竟敢挑衅，当即大怒，猛地朝我扑来。我心中暗喜，急忙扭动身躯，快速游向树藤区域，一击未中，捕蛇鸟毫不停留再次扑来。幸好我晋级灵种，肉身力量和速度大幅提升，否则早被分尸了。一逃一追间，我们到了树藤区边缘，捕蛇鸟再次急速俯冲，快得肉眼难辨。这次我没有着急躲避，等它逼近时，才猛然一个侧身，飞驰的捕蛇鸟擦着我的身躯掠过，直接一头扎进了错综复杂的树藤中。丽丽，捕蛇鸟被树藤困住，一时竟无法起飞。看着它越挣扎，被捆得越紧，我心底多了几分笑意。蠢鸟，这下你可完蛋了！我扭动身躯，一点点靠近，轰！然而刚靠近一点，一股力量忽然从四面八方碾压而来，我毫无防备，差点直接被压趴在地。这什么玩意？好厉害！我强撑着后退几步，再抬头看去，发现那大鸟被树藤捆得更紧了。好机会！但想到刚刚那股诡异的力量，我又有些忌惮。对了，我有神通啊！我猛然想起自己也是有神通的兽百兽之王。嘶！猩红的信子吐出，尖锐的嘶鸣响彻山林，惊起无数飞鸟。立！捕蛇鸟被吓得惊叫连连，它堂堂2阶妖兽竟被区区树藤束缚，它疯狂挣扎，带动大片树藤摇曳，却越陷越深，彻底动弹不得。捕蛇鸟瞳孔地震，我的威压将它震慑的心脏骤停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拿命来！我内心狂喜，这神通竟如此好用。捕蛇鸟停顿半天，连挣扎都忘了。我银白色的蛇身在地面飞快挪动，瞬间拉近距离。立！捕蛇鸟刚恢复一丝思考，我已张开血盆大口弹射飞来。它还想恐吓，却显得异常滑稽。堂堂捕蛇鸟竟要死于蛇口，它满眼不甘。但下一秒我轰然落下，一口咬断了它的头颅。咔嚓！清脆的骨裂声响起，我一口吐掉鸟头，鸟头在地上翻滚几圈，死不瞑目。小样，你比我强又怎么样？我许金龙有的是脑子，神通果真好用，天敌竟如此不堪一击。丁！恭喜宿主成功猎杀2阶妖兽捕蛇鸟，系统奖励宿主1枚龙鳞。注：宿主可随意将龙鳞安置在身上任意一处，进行防护手段。龙鳞，这岂不是碉堡了？下一秒，我面前浮现出一块龙鳞，不大但异常坚硬，散发着阵阵让我忌惮的龙威。那就安置在心脉处吧，省得哪天柳如烟给我暗杀了。打蛇打7寸，我将龙鳞安置在7寸心脉处，意念一动，龙鳞顷刻融入7寸，化作流光消失不见，死死护住了心脉。目前看来平平无奇，我的注意力很快又被捕蛇鸟吸引。这妖丹在哪里？我是该把这整个尸体都带走，还是说只叼着妖丹走？不对，都弄走，万一妖丹在我嘴里融化了怎么办？暂且让它留在尸体内吧。捕蛇鸟死后，一股纯粹诱人的妖力散发出来，不过这妖丹还是给柳如烟吃，才能爆发出最大价值。我将身体缠在树藤上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尸体扯下来。这树藤挺好用的，还是当人时候的身体好用，弄个树藤麻烦死。我看了看纵长的蛇躯，无奈叹息，带着尸体原路返回，得赶紧让柳如烟那个废球尝尝妖丹。我倒要看看这2阶妖兽的妖丹有什么好的，我迫不及待想看看成效。身形在密林中穿梭，不断绕行，生怕再撞见一只捕蛇鸟。什么味道？突然我嗅到了一股极为香甜的味道，不对，是更为浓厚的灵气。那边传来了非常浓厚的灵气，这股气息比之前更加浓郁，让我再次体验到了初次接触灵气时的极度舒畅。看看去，最好有点什么好东西。灵气浓郁之地必有天才地宝，一想到可能捡漏，我激动地加快了速度。几分钟后，我终于看到了庐山真面目，是一潭湖水，这也不算多大，面前是个几十丈大小的潭水，通体晶莹剔透。看了几眼，我才发现门道，丝丝白雾从潭水中升腾消散，那白气竟全是实质化的灵气。灵气化石，这不是各大宗门圣地才会有的东西，我这真是捡到宝贝了。灵气化物啊！我激动惊呼，这波真是赚上天了。可惊呼声刚传出，一股让人心悸的恐怖气息轰然降临，咯噔，我心脏停跳了一瞬，下意识远遁数米，
噗！转身逃走的瞬间，一道水柱破水而出，毁灭般的气息死死萦绕在我心头。轰！水柱擦身而过，击中不远处的参天大树。轰隆一声，数十米高的大树轰然倒塌，连带着压断了数棵巨木。好险先走！我被巨响吸引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此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跑，赶紧跑，扛着火车跑！我根本没时间思考，下意识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跑路。这股气息比捕蛇鸟强太多了，我连还手的想法都没有。不知道跑了多久，我终于才敢停下身子，驻足凝望身后，灵气浓度大幅度降低，那股心悸心慌的感觉终于是停下来了。不行，我还是没实力，等以后我也牛逼了再过来看看怎么个事。我不断深呼吸，压下心中的恐慌。这一次让我明白，脑子再好用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终究是一张破纸。这个灵坛的位置我算是记住了，等以后有了充足的实力再过来。想明白后，我迸发出全部实力，一路返回溶洞。回到溶洞，我将捕蛇鸟推到他面前，示意他服下。这是捕蛇鸟？等等，这恐怕不是一般的捕蛇鸟吧？最起码也得是个入了品阶的妖兽。捕蛇鸟虽死，但妖丹内的妖力没有丝毫泄露。柳如烟仔细探查着，双眼中闪过一丝忌惮，听着他不断喃喃自语，我很无语。肉都到嘴边了还不吃？我用头拱了拱捕蛇鸟，示意他赶紧吃。他这是要让本宫服下？等等，不对，这里面还有不小的妖力气息，这是妖丹。柳如烟吐出信子，从血肉中卷出一颗核桃大小的妖丹。他猛地抬起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上下两颚叼着妖丹，生怕其中有诈不敢吞服。这么谨慎干啥什么？有好东西还不赶紧吃，真是有毛病！再不吃我吃了。算了，这是好东西，他吃了我好翻倍。我压下自己吃掉猎物的想法，冷漠地看了母蛇一眼，返回栖息地趴下休息。柳如烟看着我走远，随后杨博抛起妖丹一口咽下。他有绝对的实力，对于本宫而言，想弄死本宫不可能用什么下三滥的招数，更何况之前也没弄死我，应该妖丹里面没有问题。妖丹入腹，妖力顿时发作，他原本重伤的身体大幅度修补，整条蛇沉浸在伤势痊愈的喜悦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再次睁开双眼，眼中金光流露，伤势终于恢复了。他这是单纯的想让本宫吃，让本宫修补伤势，还是说要让本宫试毒？他垂眸沉思，看着不远处的我陷入疑惑。不想了，日后自然会展现出来的。日久见妖心，他摇了摇头，不再多想，一口吞下捕蛇鸟的身躯，腹部鼓鼓囊囊的。我用鼻息轻哼一声，心中暗道：还日久见妖心，你也不让我日啊？不对，你让我去我也不去啊，等哪天化形再说吧。正当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叮，系统提示：柳如烟服用1枚妖丹，激活100倍返现。系统提示：柳如烟对于宿主的好感增加1点，现如今好感度为2。不是吧，阿 Sir，1枚妖丹才给1个，我心中甚是无奈。看样子他的戒备心还是太高了。还没来得及多想，我体内气息再次暴涨，短短几个呼吸间，身躯暴增数倍，差点占据了溶洞的一半。恭喜宿主成为1阶妖兽，这就成1阶妖兽了。感受着浑身上下磅礴的力量感，我惊讶了。我的天啊，他怎么趴了一会儿就成了有了品阶的妖兽？柳如烟瞠目结舌，愣在原地。在我面前，他现在就跟条小竹叶青似的。小样，迷不死你！我背对着他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继续装高手。小样，哥这么庞大的身躯迷不死你，有哥庇护这重生女帝，日后不得起飞啊！我心中得意，心想这威猛的身躯还不得让他爱慕死。可他接下来的心声差点让我摔倒，变得这么大，万一他要来强的，本宫怕不是还不用自尽就要爆体而亡了。柳如烟眉目中尽是担忧，目光不自觉地落到我的蛇尾上，简直比他本身还要大。听到这番话，我瞳孔一缩，猛地立起身子，巨大的鼻孔喷出浓重的雾气。这他妈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这是女帝能说出来的话？就算是你有兴趣，我也没兴趣，好吧？他这是干什么？区区一条灵种还敢如此瞪着本宫？柳如烟不甘示弱，挺直腰板与我怒视，但在巨大的体型差距下，她的愤怒显得异常可爱。我心中笑了笑，女帝也这么可爱，期待她变化成人形的样子，头上还有龙角还能抓着。我不再和这傲娇的母蛇对视，重新趴下适应刚突破的力量。看样子肯定是被本宫瞪怕了。不错不错，以后勉强让你跟着本宫，允许你跟着本宫一同升天。眼看我主动退缩，柳如烟很是得意。听到这心声，我撇了撇嘴，真是个没良心的母蛇，真奇怪啊！柳如烟凝眸盯着我，百思不得其解。算了，奇怪的地方多了去了，不想了，可能外面有什么奇遇。不行，我的身体好了，下次他出门我得跟着。要是真有什么好东西，那我也得分一杯羹，要不然我自己修炼到什么时候？他双眼坚定，下定决心，下次要跟着我。不久后，我终于挪动身体，缓缓朝溶洞外走去，速度还不能快，万一女帝走丢了不得哭鼻子。我叹息一声，故意放缓了速度。好机会，跟上！柳如烟连忙挪动身躯跟上，可她爬得实在太慢了。等等本宫，狗奴才！等本宫重返巅峰，专门拴条绳子溜你！她咬牙切齿，娇愤不已。听到她骂我狗奴才，我立刻加快了速度，身躯比水缸还粗，一走一动，方圆100米的大树都在颤抖。眨眼间我就跃出上百米，跑这么快，是怕本宫分走你的好东西吗？小气鬼，别跑这么快！柳如烟一脸愤怒，语气中却多了一丝恳求。正当她准备放弃回溶洞时，我折返回来，出现在她身旁。我双眼波澜不惊，将蛇尾伸到她面前，示意她爬上来。你这是允许我跟着你吗？柳如烟瞪大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甩动蛇尾催促，她不再犹豫，顺着蛇尾转瞬爬上我的脊背，牢牢稳住。这外面的风景还算是不错，终于是让本宫看到一点阳光了。柳如烟趴在我的头上，挺直上半身，沐浴在阳光中，很是惬意。我心中泛起嘀咕，又没多远，爬
爬出来又不费劲，现在才出来，这么怕死的吗？别的仙人重生不都是一路嗷嗷猛干，怎么到他这就老实了呢？我顶着他进入密林，刚一踏入，一阶妖兽的威压毫无隐藏的散发，瞬间引来数道同阶气息。吼！一道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从远处传来。柳如烟被吓了一跳，忍不住惊呼，整条蛇瞬间进入战备状态。我停下步伐，凝眸看向声音来源，星星。一道黑影荡着藤蔓飞跃而来，一阶妖兽的实力暴露无遗。一阶妖兽，柳如烟心中惊叹，竖立的铜人瞬间锁定来敌。妖兽，柳如烟心中惊叹，竖立的铜人瞬间锁定来敌。区区一阶妖兽也敢班门弄斧，没等星星落地，我率先出击，敞开血盆大口发起猛攻。吼！数米高的星星双眼血红，挥舞着宛若山头的铁拳砸来，我迅速闪避，舌头精准咬在他臂膀上，顺势将其死死缠绕。死吧！我心中猛喝，用尽全身力量绞杀。星星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咔嚓声，几分钟后心跳彻底停止，尸体被我随意丢弃在地。嘶！柳如烟表面稳如老狗，内心早炸开锅了。这小子战斗力如此惊人，同为一阶妖兽竟然一招毙命，怪不得能在山林外围称王称霸。不错，有这份实力，本宫给他开后门擦鞋也就没人敢质疑了。听到这，我心中不屑一笑，小样，哥迷不死你，哥这样有系统的蛇，配你800条街都多余，还擦鞋，以后留着擦枪吧。我松开星星后，示意头顶的小翠蛇去服用妖丹。这泥鳅又想干什么？他不会是还要让我继续吃个妖丹吧？柳如烟愣住了，这泥鳅真这么好？怕不是要哄骗本宫给他生孩子吧？也不对，蛇族在化形生出灵智之前没有亲情，更何况蛇族本营子嗣多了去了，莫非这是嫖资？算了，不想了，本宫还是勉勉强强接受泥鳅给的贡品吧。听闻他的心声，我彻底无语，吃就吃，还这么多戏份。听闻他的心声，我彻底无语，吃就吃，还这么多戏份。女人心海底针，更何况这本就是一条常在海底待着的龙，更是深渊想法。变态妞，星星体型太大，我贴心的将尸体勒爆分成几节，他精确找到妖丹，一口吞下。叮，柳如烟服用一阶妖丹，恭喜宿主获得厨神技能。厨神，好一个厨神！我看了看自己，连手都没有的蛇躯一阵无语，不急，还是等积攒几个技能，继续等着合成神通吧。我们继续朝深处前行，随后又碰到一头一阶黑狼，同样被我轻松斩杀。当柳如烟服下第2枚一阶妖丹后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。叮，系统提醒宿主，柳如烟还差1枚2阶妖丹成功进阶一阶妖兽。什么？2枚一阶妖丹加上2枚2阶妖丹才能成就一个一阶妖兽？这是什么消耗法？养不起啊！我猛地抬起头，大惊失色，万万没想到，这变态妞修炼的功法竟然是个无底洞。与此同时，柳如烟也吸收完了2枚一阶妖丹，浑身气息变得更加锋利，但在我面前，她依旧显得袖珍可爱。服下这3枚妖丹，本宫实力大增。要是继续这么下去，本宫迟早能杀回那33重天。这泥鳅办事不错，日后勉强赐给他一个狗腿子的干活。听着他在头顶指点江山，我心中一阵冷笑，贿赂了3枚妖丹才混个狗腿子，变态妞你给我等着，等你化形了，早晚有你好看。一阵冷笑，贿赂了3枚妖丹才混个狗腿子，变态妞你给我等着，等你化形了，早晚有你好看。要是再来个2阶妖丹就好了。仔细算算的话，本宫应该能突破到1阶妖兽。要不是本宫的功法太过于强大妖孽，不然也不能服用这么多妖丹。幸好本宫还有泥鳅使唤。听他左一个泥鳅右一个泥鳅，我有些不爽。老子拿你当女儿养你，拿我当孙子时，我冷哼一声，鼻息喷出白雾。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了灵潭附近。灵潭上次我没打过，现在再来碰碰，我要一雪前耻。我嘶鸣2声，掉头冲向灵潭深处。突破1阶后，我信心大增，迫切想要找回场子，灵气好充沛浓郁。要是每天能在这里修炼，那我的修炼速度必定一日千里。这小泥鳅最好能赶紧送本宫进入到灵气最充沛的地方去修炼。感受到熟悉灵气的柳如烟也兴奋了，我嘴角上扬，一日千里还骂我泥鳅，待会吓死你！我大摇大摆地靠近灵潭，百兽之王，我心中大喝，率先开启神通，水面起出平静，随即咕咚冒泡。我顿觉后背发凉，一股杀机死死锁定了我的位置。不好！我迅速掉头，爆发全部实力，疯狂逃窜。几乎就在瞬间，一道水桶粗的水柱喷射而出，精准砸在我刚才停留的地方。好险！这水中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竟然如此凶狠！我心脏狂跳，看着地面被砸出的深坑，冷汗直流。我心脏狂跳，看着地面被砸出的深坑，冷汗直流。叮，宿主偶遇3阶妖兽金蝉，系统检测到周围有一方深潭，若能以此温养柳如烟，必定能够增快修炼速度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一头通体金黄、满身疙瘩的3阶金蝉正死死盯着我。我擦，是黄色3阶癞蛤蟆！我惊呼逃窜，金蝉被彻底惹怒，数道攻击接连落下。我刚跑出一段距离，一道水柱狠狠砸在我的腹部，剧痛袭来，我疼得满地打滚，依然玩命奔逃，直到跑出大老远，我才趴在地上大口喘气。该死！刚才本宫竟然嗅到了死亡的气息，得亏泥鳅跑得快，不然本宫很可能就死在那里了。柳如烟也缓过神来，眼中闪过浓郁的杀气。臭蛤蟆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有一天老娘迟早弄死你！他愤怒发誓，恨不得杀回去。我听了心中暗笑，加油啊，女帝大人！我期待你弄死他，然后我好坐享其成。见识到3阶妖兽的恐怖，我决定先老实点，帮这变态妞提升实力。我穿梭在密林中寻找2阶妖兽，突然一声虎啸震彻山林，来得正好。这次应该不是3阶妖兽，我并未感到危险，反而跃跃欲试。一头数十丈长的老虎出现在面前，眼神中既有忌惮也有贪婪。头数十丈长的老虎出现在面前，眼神中既有忌惮也有贪婪。是山居！糟了，这是一头2阶妖兽！柳如烟惊呼，系统也紧接着提示：叮，宿主偶遇2阶妖兽山君老虎。2阶老虎吗？有点意思。虽然我只是1阶妖兽，但我的剑也未尝不利。我盘踞起身，上半身立起10几丈高，死死盯着对方。2阶山君和1阶巨蟒打斗，这根本没法打。
不行，本宫也得暗中找机会。这泥鳅对本宫帮助甚大，不能就这么让他白白送死。柳如烟悄悄爬下我的脊背，想要偷袭。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变态妞，一个不入品阶的小蛇还敢偷袭二阶老虎，我得主动出击，不能让这虎娘们送死。我身形矫健，一跃窜上大树。西内，我心中怒吼，蛇身朝山君侧翼扑去。我想避开正面，寻找着力点将其缠死。吼！老虎张开血盆大口迎击，我巧妙躲开，但那一巴掌却实打实的拍在了我身上。锋利的爪子撕裂鳞甲，深深刺入血肉。我大惊，疼痛灼烧感席卷全身，血液滴落刺激着大脑。老虎眼中满是震惊，他没法理解我一个一阶妖兽为何能与他战到这种地步。老子都受伤了，你不死不行啊！以伤换命，我步步的剧痛，全身发力，死死缠住这头二阶妖兽。血液从伤口喷涌，染红了蛇身。老虎疯狂挣扎，张口咬向我的蛇尾，却因被控制而咬空。我蛇尾重重拍在虎头上，瞬间让他皮开肉绽。给我去死！我用力勒折老虎的后腿，蛇身在他脖子上缠绕数圈，疯狂锁紧。老虎惨叫一声，锋利的爪子攀上参天大树，满是不甘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出现在树梢，猛地抽向老虎前腿。你该死！眼看我受伤，他急忙寻找机会出手，虽未入品，但这一下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老虎因为窒息丧失了力量，轰然坠地，终于搞定了。不愧是二阶妖兽森林之王，就是比那傻鸟强好几倍。老虎彻底断气，天色已入夜，我大口喘息，瘫软在地上，腹部的伤口深可见骨，很是瘆人。这泥鳅实力竟然如此突出，不错，有了跟着本宫混的资格。柳如烟高冷地看着我，心中却对我的战力感到惊讶。休息片刻，我卷起老虎尸体抛到他身旁，示意他吃下妖丹，让本宫还吃妖丹。这泥鳅不是受伤了吗？按道理来说，现在他最缺妖丹修补伤势才是对的。柳如烟眼中满是不敢置信，她连连摆头想把妖丹让给我。虎娘们，要不是你刚才贸然出动，老子很有可能无伤单杀老虎。还算是你有点良心，还知道跟我推让一下。我心里疯狂吐槽。最终柳如烟推脱不过，服下了妖丹。本宫势必要以最快的速度重回巅峰，再次杀向那33重天。他咬牙发誓，带着决心咽下妖丹，还日后给我天才地宝。小小一条蛇学什么不好学画笔？我轻哼一声，躺在地上恢复妖力。小小一条蛇学什么不好学画笔？我轻哼一声，躺在地上恢复妖力。叮！柳如烟已经服用下2阶妖丹，正在突破1阶妖兽境界。宿主触动100倍返现，恭喜宿主获得攀树登山之能。我扫了一眼这鸡肋奖励，倍感无聊。与此同时，柳如烟体内的气息疯狂攀升，在黑夜中隐隐发光。随着她的吸收，我体内也获得了大量妖力增长。原本微小的妖丹开始疯狂吞噬妖力，差一些，我怎么也跟个无底洞似的。一枚2阶妖丹100倍返现也不能突破2阶，伤势已在妖力的滋养下痊愈，但我仍停留在1阶巅峰。懂了，是不是柳如烟修炼的功法也算我身上了？我正吐槽着，身旁的气息突然变得狂躁起来。柳如烟体内的妖力到处乱撞，她脸色惨白，神态极度不自然。系统，赶紧给我一份走火入魔说明书。系统毫无回应。我靠近观察，发现她体内的妖力正在失控。突然，柳如烟睁开双眼，瞳孔中多了一丝邪魅，她猛地扑向我，力气大得惊人。这变态妞想搞什么？还没等我反应，她全身已与我缠绕在一起，在地上疯狂打滚。我知道她要搞什么了，她他妈要搞我！我惊恐万分，想要反抗却怕伤了她，不反抗清白又不保，最终我选择了妥协。我的清白要没了，我泪如雨下。柳如烟风情万种的一笑，缓缓靠近。不要啊，不要这么对我！我心中不停劝说自己，这是她走火入魔了，事出有因。磁性的气息传递到鼻腔，这是蛇类本能的生理吸引。微风吹过，落叶沙沙作响。落叶沙沙作响。许金龙，你可以的，你是真男人，你不是怂货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我眼神呆滞，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充分感受到了人格被侮辱的感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终于清醒，她疲惫地蜷缩在地上，昏昏欲睡。我躲在树根旁，颤颤巍巍，好似受惊的小媳妇。堂堂大男蛇被强暴，这说出去还怎么混？另一边，柳如烟也回过神来，怒火重燃。又来一次，本宫要弄死你这条臭泥鳅！她想要拼命，却看见我那副委屈的样子，顿时愣住了。她怎么比本宫还本宫？算了，不跟这臭泥鳅计较了。这次是本宫走火入魔了，得亏是及时发泄出来血瘀，不然真就出事了。她沉默良久，终究放弃了追究，毕竟是她强迫的。方才本宫走火入魔，蛇性本淫，爆发本性也是无可奈何。刚才是本宫着急了。她叹息一声，若不是我英勇现身，她恐怕已爆体而亡。别难过了。她下意识开口发出的却是嘶嘶声。看到我那副模样，她心头竟升起一丝愧疚。别过来！我蜷缩在树根旁，吐着信子，充满敌意。虽然我也是蛇，但心理上真的很难接受这种事。柳如烟缓缓上前，眼神中竟有一丝回味。这变态妞第一次就如此主动，日后再发展，岂不是要拿皮鞭抽我？我越想越委屈。柳如烟却没理会我的想法，她轻轻释放妖力，安抚着我躁动的情绪。这娘们竟然还主动安抚我，冰凉的妖力像按摩一样传遍全身，很舒服。罢了，终究不是她本意。这次本宫的命回来了，而她也没有亏损。可要是她还敢索求，本宫定然让她魂飞魄散。这次就这么算了。这臭泥鳅受了伤，还把妖丹给本宫服用，念其心不坏，本心良好。这亏本宫吃了。想起刚才的缠绵，柳如烟有些脸红。上一世她守身如玉上万年，没想到第二世短短几天就整了2次。走火入魔是因为她破镜心切，好在有功法压制，再加上刚才那一番折腾才安然无恙。直到这时，
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破境了。本宫终于成就一阶妖兽的境界了，力量的感觉太让本宫着迷了。柳如烟陶醉在强大的实力中，忽然他察觉出一丝不对劲，本宫的血脉竟然晋升了一丝。他只是条反种蛇血脉驳杂不堪，但现在仅仅经过一次交尾，不仅血脉提纯了，竟还融入了一丝灵种血脉，这能大幅提升战斗力，改善体质。奇怪，这臭泥鳅到底有什么本宫还不知道的事情？柳如烟满眼疑惑与好奇地看向我，在没有吸收高阶精血的情况下，竟然能在交尾中让伴侣晋升血脉，真是让本宫感到不可思议。本宫早晚有一日要把你的隐秘探寻出来，真是让本宫感到不可思议。本宫早晚有一日要把你的隐秘探寻出来。听着他的心声，我气鼓鼓的暗骂：倒反天罡，老子都这么供着你养着你，你还想把我底裤拔了？变态妞，做了这么多好感度却没怎么长。我越想越郁闷，但看着他那眉清目秀的样子，或许是蛇的审美作祟，情绪又渐渐稳定下来。还行，得亏哭了一会儿才没让这变态妞起了杀心。等我2阶3阶之后再去会会那金蝉吧。其实我刚才哭就是为了保命，真不是觉得委屈。我一个公的能有什么损失？先回溶洞吧，本宫还需要稳固一下境界。听到他的心声，我也正有此意。突然一道熊笑声打断了我们，一头母棕熊带着一头小棕熊从远处跑来，似乎正在教导小熊捕猎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一个1阶后期妖兽，一个即将进入1阶的妖兽，正好给我俩练练手。我眼中闪过一丝喜悦，1阶不入流能打，2条1阶蛇对阵1头1阶棕熊，优势在我。柳如烟也这么认为。我们瞬间进入战备状态，母熊丝毫不惧，宛若一辆公交车般冲撞而来。在他的认知里，熊是能越级对战蛇类的存在，小熊也像辆小轿车般站在远处观摩。我毫不犹豫主动迎击母熊，柳如烟则十分默契地对上了小熊。我突然一个急刹车，身子停住，蛇尾却蓄满力量，如长鞭般狠狠抽向母熊面门。轰！母熊被抽得到飞出数十米，拦腰撞断了一棵参天大树。它不愧是入品妖兽，皮糙肉厚，挣扎了数十秒，竟又踉跄爬起。另一边小熊高高跃起，想咬断柳如烟的头颅，让本宫和熊硬碰硬。真以为本宫也是第一次狩猎？柳如烟心中冷哼，也是第一次狩猎。柳如烟心中冷哼，凭借万年战斗经验轻松躲过。他张开血盆大口，2根锋利的毒牙喷射出晶莹的毒液，直击小熊双眼。吼！小熊惨叫着满地打滚，瞬间丧失了战斗力。本宫的毒液舒服吗？若非本宫不想与你这臭熊接触，不然你还尝不到本宫的毒液。柳如烟冷笑连连。母熊见状自目欲裂，咆哮着想要支援小熊。砰！我飞身而起，狠狠撞在母熊身上，母熊肋骨折断倒地不起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柳如烟将毒牙刺入小熊体内。我没给他喘息的机会，蛇尾缠上他的脖颈，骤然发力，骨裂声不断，母熊被活生生勒死，七窍流血。就这点本事还敢带着小熊来狩猎我们？我不屑一笑，蛇尾如鞭几下便将母熊开膛破肚，卷出一颗拳头大小的妖丹。可惜了，此熊还未进入1阶，尚未凝练出来妖丹，不然本宫还能再壮大一点实力。柳如烟解决了小熊，有些惋惜，我的实力又强了几分。我感叹着，用尾巴将母熊的妖丹抛给了他，他还不吃，这臭泥鳅。柳如烟本以为我会自己吃，见我丢给他，眼神复杂的一口吞下。丁，柳如烟对宿主的好感度提升3点。现统计柳如烟对宿主的好感度为5点，提升3点，真不赖啊！丁，柳如烟服用1阶妖丹，奖励宿主如履平地。丁，柳如烟体内妖力提升，宿主提升为1阶妖兽巅峰，只需1枚妖丹便能成功突破至2阶妖兽，还差1枚妖丹啊！妖丹啊，那还行不远了。我打开系统面板，看着一堆没用的反品神通，直接下令：系统给我把这些反品神通全部融合，看看能不能开出来什么好东西。丁，恭喜宿主合成成功，获得灵品神通赤烈毒蜂毒牙。下一瞬，我口腔一阵瘙痒，凭空长出了一对锋利巨大的獠牙。赤烈毒蜂这有什么用处？赤烈毒蜂毒牙中蕴含强大迅猛的毒液，同品接下，注射入敌手体内，不消片刻便能致死。毒液宛若火焰般具杀伤力。呲！我试着喷出一股毒液，地上的野草顷刻化为灰烬，散发着恶臭。好毒！我心中震惊。什么？蟒蛇还有了毒牙？这不该啊！柳如烟睁开眼，看到我的獠牙，心中大震。莫非是进化了？先是进化出来一截蛟龙角，又是生出獠牙，朝着蛟龙的方向蜕变。活了上万年的他，从未听闻过这种不靠精血就能进化的骑士。小样，歌迷不死你！听到他的心声，我得意洋洋地看向他。臭泥鳅，再看本宫，本宫就把你那发臭的眼珠子剜出来。感受到我热烈的目光，柳如烟心中鄙夷。什么？这变态妞还想剜我眼珠子？早晚有一日！我冷哼一声，转过头。柳如烟见状不再言语，但目光下一扫过我的下半身时，脸上却莫名一阵火辣。轰隆隆！突然大地剧烈颤抖，一头体型更为庞大，宛若坦克的棕熊从远处狂奔而来。是那母熊的相好，我心中咯噔一下。狂奔而来，是那母熊的相好，我心中咯噔一下。打了小的来了老的，一头棕熊罢了，本宫之手拿捏。柳如烟硬着头皮嘴硬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宿主偶遇一头2阶妖兽赤土熊，那就来吧，成为我的养料。我战意昂扬，正想试试1阶巅峰的实力。嘶鸣与咆哮碰撞，狂风大作，我主动出击，但并未硬碰硬，而是绕着大树蜿蜒游走。吼！棕熊人力而起，满身伤疤，尽显凶悍。看到妻儿的尸体，他彻底狂暴，他捶胸咆哮，朝着我猛扑过来。好机会！见他高高跃起，想用庞大的身躯将我压扁，我迅速抽离蛇尾，砰！棕熊一屁股坐了个空，砸出一个大坑。小样，本以为你还有什么手段，没想到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莽夫。趁他落地未稳，我舌头猛地窜回，瞬间完成死亡缠绕。棕熊拼命挣扎，双臂
用力向外撑，我感到一阵撕裂般的痛楚，但仍死绞紧，说是肉搏，实际上就是我的单方面绞杀。棕熊空有一身巨力，却根本无法挣脱。随着第一圈缠绕完毕，接下来的动作变得异常简单。棕熊试图用双臂撑开我，但大势已成，他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我加快了缠绕速度，还没等我将他全身缠满，他身上已经传出噼里啪啦的骨骼断裂声。起初棕熊还能通过怒吼来缓解剧痛，但短短几分钟后，他已被我死死锁住。让我看看这毒液到底有多强大吧。见棕熊已无力反抗，我决定试试新获得的炽烈毒蜂。我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对毒牙在阳光下泛着寒光，瞬间刺破棕熊坚硬的皮毛，深深扎入血肉之中。毒液注入在棕熊体内，晶莹剔透的毒液刚一接触血肉便瞬间变红，宛如岩浆般侵蚀着它的血液。红色毒液顺着血管迅速蔓延，注射了足够的剂量后，我抽出了毒牙。毕竟是刚获得的技能，体内积攒的毒液还不多。短短3分钟，棕熊体内的毒液越来越红，甚至开始发黑，它体内仿佛燃起了一团烈火。血肉竟被生生烤熟后，棕熊原本就断了好几处骨头剧痛难忍，如今毒液发作更是生不如死。他的双眼流露出浓浓的绝望与畏惧，瞥见死去的妻儿更是充满不甘。4分钟后，棕熊体内的血液彻底凝固，心脏停止了跳动，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团团圆圆一起上黄泉路才好。感受到他生命力彻底消散，我松开身体大口喘息，虽然有点费劲，但还算顺利。一旁的柳如烟并未上前捣乱，上次老虎袭击时他贸然出手坏了事，这次他学乖了。我用尾巴卷起2阶妖丹摇摇抛给了他，还给本宫吃。这臭泥鳅怎么一口妖丹也不吃？尾巴卷起2阶妖丹摇摇抛给了他，还给本宫吃。这臭泥鳅怎么一口妖丹也不吃？莫非是良心发现？柳如烟十分意外，她本以为我这次肯定会自己吃，她吐出信子竟将妖丹推了回来。饶是她脸皮再厚，也不好意思一直白吃白拿。我态度坚决，再次将妖丹推到她面前。这可是你给的，本宫可没有说要吃的，你自己不吃怪不得本宫。她看着妖丹咽了咽口水，傲娇的找了个借口，这才将妖丹吞下。这变态妞还这么高冷，想吃还要给自己找个理由，真是傲娇的不成样子了。我心中暗笑，甚至开始期待她化为人形的样子。丁，检测到柳如烟对于宿主的心态变化，好感度+1。当前柳如烟对于宿主的好感度6点。听到系统提示，我满意的点头。一枚2阶妖丹换取重生女帝1点好感，这波不亏。见她开始炼化妖丹，我也做好准备，如临大敌般等待突破。片刻后，我腹部传来一声水泡破裂的轻响。我这就2阶妖兽了吗？丁，检测到柳如烟炼化宿主提供的妖丹开始100倍返现，大量气血涌入体内，我的气息暴涨1截，身体长到30-40丈便停止了生长，似乎受限于血脉。2阶妖兽中期，这100倍返现这么少吗？我有些不满，总觉得一枚妖丹没让我突破到大地就是亏了。不过这次突破异常丝滑，如水到渠成，本宫终于成为了1阶后期的妖兽，距离碾压这臭泥鳅指日可待。柳如烟炼化完毕，心情大好，但下一秒她就察觉到了我暴涨的气息。等等，她怎么又突破了？照这么下去，本宫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啊？察觉到了我暴涨的气息。等等，她怎么又突破了？照这么下去，本宫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啊？她满脸不敢置信，我却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晒太阳。可恶啊！她洋洋洒洒修炼2下，甚至于本宫都没看见她在修炼过。柳如烟气愤极了，绞尽脑汁寻找原因，肯定是本宫的功法吸收巨大。没错，肯定是这样的，要不然本宫修炼其他的功法速度肯定比这臭泥鳅还快。她坚定地自我催眠。那你加把劲修炼龙女打黑功，修为冲！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有她这么卖力的打黑功，我何愁不能起飞？本宫早晚有一日超越你，臭泥鳅！柳如烟斗志昂扬，更加坚定了努力修炼的决心。就在我们休息时，一股奇异的灵气波动突然席卷而来。什么气息？我们同时抬头，这股气息如同灵气大爆发，浓郁且传播极广。莫非是宝物出世？肯定是了，现在得立马赶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如果可以，必须得把宝物抢下来。柳如烟双眼放光，宝物出世，那边貌似是灵坛的位置，现在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我压下震惊蛇尾一卷，直接将他带上，朝着灵坛狂奔。这个臭泥鳅要去也不说一声，突然就搞动作，本宫早晚也要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柳如烟在我背上咬牙切齿的诅咒，就你还是省点力气吧，待会到了那边好打架。我一路狂飙，10几分钟便赶到了灵坛附近，灵气如瀑布般向外扩散，周围的环境越发浓郁。这是之前来的那处灵坛，这里有一只金蝉守着，得小心行事才对。柳如烟立刻警惕起来，金蝉守着，得小心行事才对。柳如烟立刻警惕起来，怪不得那金蝉实力强悍却不来追杀我们2个，原来是提前察觉到了灵坛内有宝物，在这里一直藏着呢，肯定是为了今天的灵宝。他恍然大悟，我也终于明白金蝉之前为何不追杀我们，原来是在守护宝物。不过我现在可是2阶妖兽了，肯定有一战之力。金蝉，今日我必定摘走你的宝物。我也信波波。丁，系统检测到天才地宝出世，龙血果，灵宝级别，位置在于灵坛，距离宿主500米，有一头3阶妖兽。碧水金蝉，碧水金蝉吗？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金蝉通水性，还是我这条蟒蛇通水性。我冷哼一声，加快速度。突然，一道恐怖的威压从前方传来，那是一股属于3阶妖兽的绝对压迫感啊！这股威压，我凭借2阶中期的实力硬扛了下来，但柳如烟却被压得动弹不得。百兽之王，我毫不犹豫地释放神通，与金蝉的威压轰然碰撞，火花四溅中，柳如烟终于松了口气。这股威压，最起码也是3阶妖兽，差距这也太大了吧！
他心中苦涩。三阶妖兽他根本无力对抗，用尾巴卷本宫的事就先这么算了吧。毕竟你还用威压帮助本宫不遭受压迫。不多时，我们逼近了灵潭。轰！数道水缸粗的水柱从潭中喷射而出，裹挟着强悍的妖力，将周围的参天大树纷纷击断。好险！这水柱杀伤力好大，我灵活躲避着攻击。这碧水金蝉果真实力不俗，虽然心生忌惮，但我依旧悍不畏死地向前冲去。老子迟早弄死你！我不断逼近，终于看清了灵潭的全貌。潭水渊绿，中央一块巨石上趴着一只7、8米高、重达数千斤的深绿色金蝉。它背上布满恶心的毒疙瘩，正不断喷射水柱，这该怎么对抗？三阶妖兽硬碰硬是打不过了，我得找机会偷袭。柳如烟毫不犹豫地跳下我的脊背，钻入密林寻找战机。我心领神会，主动上前吸引火力。扑哧，我一头扎入潭水中。身为蟒蛇，我在水中的灵活性远超陆地那些走兽。水中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，我闭气游动，轻松避开水柱攻击。三阶妖兽就这么，要是只会喷水，那就怪不得我轻松猎杀你了。我心中不屑。正当我放松警惕时，远处的金蝉却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呱！一声低沉的蛙鸣响起，水面掀起波浪，一股淡淡的臭味随之散开。不妙，中圈套了。金蝉背部全是毒素，通过潭水蔓延。它故意等我下水呢。我瞬间如坠冰窟，无色无味的毒液早已融入潭水。那声蛙鸣仿佛催化剂，让原本清澈的潭水变得如胶水般粘稠。毒液腐蚀性极强，我的鳞甲表面瞬间冒出白烟，周围的潭水如沸水般翻滚。我的蛇皮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我立刻将妖力附着在鳞甲上，竟奇迹般的抵御住了毒液的侵蚀。呱！金蝉见我被困，心中窃喜，它故意降低水柱威力，就是为了引我入水来个瓮中捉鳖。但下一秒，它的笑容僵住了。它发现我除了冒点白烟，竟毫发无损。呱！金蝉愣住了，它引以为傲的剧毒竟对我的鳞甲无效。我眼中杀意爆闪，若非蛇脸僵硬，我此刻定要狞笑出声。我疯狂催动妖力，力量、敏捷、防御瞬间飙升。见我区2阶妖兽竟能轻松抵挡毒液，碧水金蝉不再守株待兔，主动发起了进攻。它体型巨大却异常敏捷，四肢撑起身体，瞬间化作一团肉球，在水中如履平地般横冲直撞而来，竟然如此灵活轻盈。我瞳孔一缩，我在水中尚有阻力，它如此庞大的体型竟毫无挂碍。我心中怒吼，蛇尾蓄满力量，朝着那高速旋转的肉团陀螺狠狠抽去。砰！蛇尾与金蝉轰然碰撞，巨大的冲击力瞬间排空了周围的潭水，形成短暂的真空。好强！我被巨力震飞数十米，狠狠撞在岸边，得亏鳞甲坚硬才没受伤。反观金蝉不仅毫发无损，甚至无需蓄力便再次朝我杀来。呱！金蝉发现我身体素质极强，怒吼一声，调动全身妖力和气力，是要将我碾成肉泥。在这密林中，已经很久没有能与他硬碰硬的存在了。又来！我大惊失色，对方速度快得拉出了残影。我迅速向一旁闪避，轰！我上半身堪堪躲过，下半身却被撞了个结结实实，死死镶嵌在水下布满青苔的石面上。我惨叫出声，撕心裂肺的剧痛传来。若不是躲得快，这一下内脏都要被撞碎。我强忍剧痛，仓皇逃窜，妖力疯狂修补着受损的蛇尾，血液渗出染红了潭水。攻守一行，金蝉疯狂追击，我只能狼狈逃窜。怎么还不出来？本宫在这里等了半天了。他一个2阶妖兽打不过3阶很正常，赶紧出来啊！本宫已经埋伏好了。妖兽打不过3阶很正常，赶紧出来啊！本宫已经埋伏好了。岸边树梢上，柳如烟隐匿气息，焦急地看着水面下惊心动魄的战斗。如果他执意不出来的话，那真没办法打了。金蝉水性很好，明显是水下妖兽。本宫和那臭泥鳅虽然是蛇，但不是水蛇，更适合陆地作战。本宫是不会让自己的性命冒险的。听到他的心声，我脸色铁青。什么？你他妈在岸上埋伏？老子还以为你是下水找机会呢。早知道老子至于挨这么多打吗？我不再犹豫，径直朝水面游去。呱！金蝉见我要逃，哪肯放过？灵宝在前，今日必须斩草除根。他死死咬在身后，紧追不舍。出来了！我蛇头浮出水面，爬上岸边，毫不犹豫地朝陆地深处狂奔。就在我尾巴刚拖上岸的瞬间，金蝉也破水而出，裹挟着漫天水花轰然落地。呱！蛙鸣如虎啸般震耳欲聋。就在这时，一条翠绿色的长蛇从树梢弹射起步，如离弦之箭般直奔金蝉的脖颈。柳如烟出手了，她速度极快，出其不意，直到落在身上，金蝉才发觉。她张开血盆大口，锋利的毒牙狠狠咬下，但金蝉反应奇快，一条长蛇瞬间吐出，精准卷住了柳如烟。噗呲，毒牙刚刺破皮肤，注射了几滴毒液，柳如烟便被长蛇卷住，高高抛向数十米的高空。金蝉毫不犹豫地跟着跃起，张开血盆大口，欲将其一口吞噬。本宫难道要命丧于此了？重生一世，本宫就这么轻易交代了自己的性命。柳如烟被长蛇死死攥住，闭上双眼，满心不甘。呱！金蝉眼中满是暴虐与得意，而感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歇斯底里的嘶鸣一声，不知何时，我已经盘踞在金蝉脚下，顺势攀爬而上，死死缠住了她的腹部。给我乐！我爆发出100%的力量，疯狂收紧身体。呱！金蝉吃痛，忍不住叫了一声，卷着柳如烟的长蛇瞬间松开。柳如烟在距离血盆大口仅差分毫时重获自由，她反应极快，在下落瞬间找到着力点，反身再次朝金蝉咬去，哪怕只能麻痹对方1分钟，也足够我将她彻底锁死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竟成了她心中值得信任的助理。我也张开大嘴，亮出炽烈毒风，准备注入毒液。呱！就在我们以为要得手时，金蝉彻底暴怒了，它发出一声震天蛙鸣，双腿猛地发力，眨眼间，我们便被带到了数十米的高空。金蝉试图用升降的巨大惯性将我们甩
脱。他很清楚，绝不能和蟒蛇近身肉搏。刚一升空，柳如烟便被巨大的惯性甩落。他本就没缠紧，直接掉进了灵潭中。好在潭中灵气浓郁，他迅速运转功法恢复妖力，而我则死死缠在金蝉的腹部。我本想锁他喉，但在他跃空的瞬间，只能退而求其次。金蝉升至最高点，见无法甩掉我，便加速下坠，企图在落地瞬间利用反作用力将我震飞。畜生啊！我第一次飞这么高，吓得哇哇大叫。砰！一声巨响，我们轰然落地，掀起漫天黄土。勒住！我强忍着被震飞的巨大惯性，死死勒住金蝉的肚子。金蝉见一击未果，几乎在落地的瞬间再次跃空。但这一次我反应过来了，来试试我的炽烈毒风吧！半空中我心中狞笑，锋利的毒牙狠狠刺穿了金蝉宛如钢铁般的皮肤，倒钩状的毒牙死死卡在血肉中，冰冷的毒液疯狂注入。呱！金蝉察觉到腹部异样，一股极寒的液体瞬间顺着血管蔓延全身，他感到四肢僵硬无法动弹，试图调动妖力驱逐。就在他即将落地的瞬间，那股极寒的毒液突然变得炽热无比。砰！金蝉稳稳落地，还以为是自己的妖力起了作用，但下一秒他的脸色僵住了，体温飞速飙升，血管里仿佛燃烧起了一团烈火，五脏六腑如同被架在火上烤。呱！冰火两重天的剧痛让金蝉生不如死，他拼尽全力想要跳回灵潭降温，但思维变得迟钝，一股强烈的疲惫感袭来，毒液在他体内迅速发作，从极寒转为极热，如岩浆般腐蚀着他的血管和内脏。呱呱呱呱！剧烈的疼痛让金蝉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，只能倒在地上发出绝望的哀嚎。我的毒液这么强吗？系统出品必属精品，我心中感叹。1-20升的毒液竟让三阶妖兽痛不欲生。我没停下动作，顺势缠上他的气管，准备给他个痛快。他的毒素这么强吗？明明是个蟒蛇，竟然进化出来了毒牙，不只是毒牙，毒性也非常的强。本宫真是对这臭泥鳅越来越好奇了。柳如烟在潭中将一切尽收眼底，金蝉足足挣扎了半个小时才痛苦死去。他到死也想不明白，一条蟒蛇怎么会长出毒牙，毒性还他妈这么强。确认金蝉死透，我才松开身体，大口喘息，终于死了。这金蝉一直避让着我，真是谨慎精明。回想战斗，金蝉一直避免肉搏，直到我上岸才追击。若非我长了毒牙，今天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。妖丹呢？赶紧给柳如烟吃了，恢复我的体力，看看能不能给我也上的三阶妖兽。我累得够呛，翻出三阶妖丹，毫不犹豫地抛给了柳如烟，还把妖丹给本宫。柳如烟接过妖丹，愣在了原地。虽然习惯了我把好东西都给他，但这可是三阶妖丹。一时间他眼神复杂，感激不解迷惑交织在一起。我示意他赶紧吞下去。见状，柳如烟不再犹豫，一口吞下。这是他主动给本宫的，期间本宫一直看着也没做什么手脚，就当作是他给自己的赎罪吧。他想起那2次冲动，心里自我安慰着。叮，检测到柳如烟心境变化，好感度+5，当前好感度11点，这么多，我心中惊讶，这变态妞终于良心发现了。好感度11点，这么多，我心中惊讶，这变态妞终于良心发现了。三阶妖丹入腹，他的功法急速运转，驳杂的妖气被排出，只留下最精纯的妖力。他的修为更上一层，成为了1阶后期妖兽。我的体力也迅速恢复，虽然没突破2阶后期，但也快了。叮，100倍返现，获得神通鳞甲硬化，这神通能用妖力强化蛇灵抵挡伤害，虽然只是凡品，但总比没有强。正当我们要去灵潭时，异象突生，灵潭中灵光乍现，强光四射，仿佛藏了个核动力灯泡。叮，检测到灵宝出世，龙血果，服用可极大提升妖族血脉。柳如烟血脉亟待提升，请宿主前往摘取。我二话不说钻进灵潭，只是刚进来就后悔了，这光太强，刺得我睁不开眼。岸边的柳如烟咬牙入水，跟随我潜入深潭，潭水足有100米深，越往下越冰冷刺骨，旗下灵气浓郁的几乎化作灵液，但我根本不吸，全留给柳如烟。我顺着生命气息摸索，终于叼到了一颗人头大小、形如盘龙的纯白果实。刚一摘下，漫天光芒瞬间消失，浮出水面。柳如烟还在嫌弃自己的血脉驳杂，快给我把龙血果服用下去。察觉到数道强大气息逼近，我直接把果实摁进他嘴里。果实入腹化作血红果肉，他体温急速上升，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。本宫的血脉要进化了，进化的剧痛不亚于抽筋剥皮，一刹那他的软皮化作白甲，头上冒出肉芽，进化成了蛟蛇。叮，100倍返现，血脉进化，我感到身形再次暴涨，额头的蛟角蜕变为独角，长出龙须，五官变得立体。叮，进化成功，云琼蛟，顶级灵种。我褪去旧皮，正是从黑龙蟒进化为黑龙蛟，不是，他怎么也进化了？柳如烟看着我，眼中满是震惊。莫非这臭泥鳅也是某个大能转世重修，携带某种血脉进化的功法？他开始疯狂脑补，觉得我就算不是大能，也定然身怀顶级龙族血脉。原来如此，之前是本宫小瞧这臭泥鳅，不错，现在你有给本宫当侍卫的资格了。他态度悄然改变，我心中洋洋得意，这变态妞真会给自己找理由。还没等我们适应力量，无数黑影如海浪般席卷而来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应有尽有。为首的是虎熊野猪，后面跟着成群的狼鹰猿猴。来敌了！我们对视一眼，战意昂扬。2道毒液喷射而出，还未交手，便有数头2阶妖兽被腐蚀了眼球。百兽之王，我直接释放威压，上百头1阶妖兽瞬间瘫痪，胆敢觊觎本宫的机缘，全都成为养料吧！柳如烟速度飞快，扫尾便击碎数头妖兽的头骨。我凭空跃起，使出进化后的制空技能，在空中肆意屠杀那些老鹰。3阶妖兽又如何？血脉压制下，他们根本不是一合之敌。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遍地是海。奇怪，是什么让这些妖兽团结起来的？就在这时，一道极其恐怖的气息降临，把宝物给我。一只通体渊绿的乌龟出现在面前，竟然口吐人言。不好，这王八品阶很高。我心中暗叫不妙，能说话最起码也是4阶妖兽。
柳如烟同样震撼。丁，检测到5阶妖兽玄铁龟，低级灵种，5阶。我浑身僵硬，这下麻烦大了，不能打，打不过，没办法打。在系统提醒那玄铁龟是一头5阶妖兽之后，我心中大惊，心中第一个念头就是逃跑。当逃跑的念头出现之后，我立刻选择用尾巴裹住柳如烟，想带着她一同逃命，却不料这白蛟竟然挣扎开来拒绝逃窜。本宫怎么可能会被一头王八吓到？不能退缩，这灵坛至关重要，绝对不能拱手相让。柳如烟心中想法甚是坚定，找死啊，变态妞！怎么一到这时候这么固执？我急坏了，再次强行去卷她，但这第2次邀请依旧被拒绝。这臭泥鳅怎么怂了？之前看还不是很勇的吗？柳如烟死死盯着前方，玄铁龟那宛若小山的身躯每走一步，大地都在剧烈颤抖。有意思，还不跑？速速把宝物交上来，本座可放你2蛇一条性命。有意思，还不跑？速速把宝物交上来，本座可放你2蛇一条性命。玄铁龟双眼微眯，他显然察觉到我们血脉不凡，想要先骗出宝物再行虐杀，不可能。柳如烟嘶鸣抗拒，警告性十足，这他妈是5阶妖兽！我急得想撞墙，可我还没法开口说话。巨龟被气笑了，妖力疯狂爆发，卷起千层狂风。你1阶跟5阶闹什么矛盾？走啊！我死死拽着他，终于横下心，用上蛮力，撼动了他的身躯。疼！臭泥鳅，你松开本宫！柳如烟挣扎着想去决一死战，她或许是不了解5阶的恐怖，又或许是女帝心性作祟。玄铁龟虽然速度慢，但攻击范围极大，一道充斥妖力的神通从天而降，轰！地上落叶被瞬间吹散，我咬牙加快速度，却还是慢了一点。我2蛇齐齐被打飞数百米，撞断无数大树。我口吐鲜血，5脏6腑几乎移位，全靠系统奖励的龙鳞死死护住心脉。反观柳如烟，鳞甲悉数破碎，血肉模糊，内脏隐约可见，情况危在旦夕。她瞳孔放大，显然没料到自己如此不堪一击。我强撑着一口气，用尾巴卷起昏迷的她，拼尽余力逃离这大王八。而玄铁龟正忙着占领灵坛，根本没把我们这2条泥鳅放在眼里。充满灵气的潭水，有点意思。从今往后，这里就是本座的地盘了。我带着他一路狂奔，直到生命气息越发低迷，才在星光下停住脚步。柳如烟浑身血加出气多，进气少，1米，才在星光下停住脚步。柳如烟浑身血加出气多，进气少，别怕，我这就救你。我步步的滋生剧痛，将金功法进化的纯净妖力小心翼翼注入他体内，黑色妖力钻入他的伤口，皮肉开始肉眼可见的愈合，外伤好治，内伤难愈。这变态妞有点可怜。我咬了咬牙，催动妖力直逼7寸，强行逼出3滴暗红泛光的精血，就3滴，再多我也要废了。精血滴落在他嘴唇，瞬间融入血肉，这可是我蛟蛇血脉的精华，养回来起码要3年。随着精血入体，他周身浮现出淡淡白光，伤势迅速恢复。行了，死不了就行。我也累了，我瘫软在地，精血流失的后遗症让我意识模糊。在昏迷前，我下意识运转百兽之王，释放威压驱散周围的小妖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柳如烟率先醒来。本宫这是死了还是活着？本宫这到底受没受伤？我被他的自言自语吵醒，5脏6腑依然隐隐作痛。他终于醒了，虽然本宫也没醒多久，但他还是让本宫等了很久。听到这心声，我气得想吐血。这变态妞怎么不念点好？我精血白流了。正当我吐槽时，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复杂。不得不说，这臭泥鳅给本宫的帮助甚大。本宫已经察觉到体内他的精血味道了，不过本宫还是很感激你的，小泥鳅。在本宫昏迷的时候不遗余力修补伤势，这份情本宫记住了。感激你的，小泥鳅。在本宫昏迷的时候不遗余力修补伤势，这份情本宫记住了。丁，柳如烟好感度提升10点，当前好感度21点。我心中大喜，看来生死关头献殷勤果然最有效。可他下一秒却话锋一转，既然受伤是真的，那本宫必须要去把灵坛夺回来。敢让本宫受如此重伤，那臭王八必须死。他眼中怒火燃烧，转身就要往回走。傻娘们，1阶找5阶拼命！你妈的！我挣扎着想拦他，却疼得再次跌倒。砰！这动静让柳如烟停下了脚步，脸上露出一丝心软。有戏！我立刻发挥演技，跟条去似的满地打滚。我不停发出惨叫，声音凄凉无比。很疼吗？那本宫是不是还要留下来照顾你？他无奈地转过身，终究是心软战胜了怒火。哦耶！不去送死了！我心中偷笑，面上却直勾勾盯着他，目光诚挚。他这么盯着我干什么？柳如烟有些迟疑地扭过头，却无半点愤怒。丁，好感度提升4点，当前好感度25点。这臭泥鳅一直盯着本宫看什么？早晚给他眼珠子弯了。他娇哼一声，很是傲娇。我尴尬地移开目光，继续趴地休息。本宫是不是该给他打点猎物来，弄点妖丹好恢复伤势？话说他吃妖丹吗？他迟疑着想去打猎，去吧，赶紧去。你打猎，妖丹给我，我再返现给你。自动挡，嘿嘿嘿。算了，刚才这臭泥鳅眼神不对，本宫还是守着他吧。他查看过我的伤势，知道躺2天就能好，但我一装疼他就止不住心软，2天后我伤势痊愈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灵坛必须夺回，但得先变强。于是密林中出现了一头黑色的蛟蛇屠夫。丁，柳如烟服用宿主提供的妖丹，奖励宿主获得一虎之力。丁，柳如烟服用宿主提供的妖丹，奖励宿主获得浮水之力。丁，柳如烟服用宿主提供的妖丹，奖励宿主获得归西术。伤势痊愈后，我化身为密林屠夫，无论1阶还是2阶妖兽，在我面前皆难逃一死。接连数日的疯狂猎杀，让林中妖兽数量锐减，几十枚1阶妖丹加上20-30枚2阶妖丹，终于让我晋升为3阶中期。柳如烟也成为了2阶中期妖兽，以他高级血脉加功法的底蕴，越级挑战不在话下，甚至能硬碰5阶。但我没打算赶鸭子上架，先修炼吧，最起码到了4阶再去打架。
如果可以，最好等5阶了再去。重生第2式我得谨慎一些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柳如烟却截然相反，本宫没有时间去慢慢修炼，一切晋升以速度为主要。这几日进步飞快，等本宫3阶就去和那臭王八捉对厮杀。只要拿到灵坛，本宫的修为势必能够一跃千里。他时刻担忧天外来敌，满脑子都是复仇与重回巅峰。我无奈地带着他游走在密林中，这妞到底是蛇还是虎啊？妞到底是蛇还是虎啊？有我在慌什么？此时我突然想起积攒的几十种神通，大多没什么实际用处。系统打开主页面板，姓名许金龙，物种云琼蛟，品阶顶级灵种，神通百兽之王赤烈毒蜂，装备龙鳞。除了百兽之王和赤烈毒蜂，其他的都合成了吧？丁，系统正在合成神通。恭喜宿主获得上古杀阵、九幽冥域式魂阵，一次性注布下阵法，可诛杀5阶之内所有妖兽。来得真巧啊！九幽冥域式魂阵听起来就牛逼，正好给那老王八弄死，把灵坛抢回来。我心中大喜过望，当场掉头。现在就去灵坛，猥琐发育什么？现在立刻马上就去报仇！这臭泥鳅到底在兴奋什么？他又怎么了？莫非是晋升为3阶妖兽高兴坏了？柳如烟满眼疑惑，我乐呵呵地暗道一声：去灵坛。我体型虽大，速度却快得惊人。柳如烟见方向不对，心中隐隐兴奋。哎，跑这么快干什么？那边是灵坛的方向，莫非这小子觉得突破了境界也能打了？傻鸟，要不是有杀阵，咱俩还得老实半个月。抢下灵坛让你泡澡，我出去打猎，这速度不得快到起飞！我越想越兴奋，24小时营业，全年无休。而那打工龙对我邪恶的计划一无所知，还没靠近灵坛，玄铁龟便察觉到了我们的气息，又来了。呵呵，蝼蚁，上一次你们侥幸从本座手中逃窜，这一次是不是要过来投诚了？他自信开口，显然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拿命来，臭王八！柳如烟战意昂扬，玄铁龟面色严肃下来，写满了无奈。打什么打？回来！我一把将跳起来的青蛇拽了回来。玄铁龟愣住了，他发现我们变强了，但依然不慌，毕竟他是5阶，不打干什么？你怂了？柳如烟瞪大双眼，鼻孔喷出白雾，哈哈哈！两个蝼蚁，妄图以3阶、2阶的实力来和本座比比吗？本座不需要费太大的力量，就能够轻松诛杀你们。我什么时候怂了？我只是想无伤速通罢了。我心中冷笑，柳如烟却挣扎着要拼命。你不上的话，那本宫自己打。本宫打来的灵坛，凭什么让那臭王八坐享其成？九幽冥域式魂阵，眼看他要动手，我不再隐瞒，祭出一块圆形阵盘，妖力不遗余力注入，阵盘嗡鸣放大，铭文交错，咔嚓，阵盘碎裂，化作流光四散。这是阵盘，他哪来的？柳如烟错愕停手，这是何物？倒也算得上华丽，但终究是毫无杀伤力罢了。玄铁龟从未见过这种法器，满脸轻蔑。就在他轻敌的瞬间，天地沉寂，乌云密布，又有宝物出世。玄铁龟诧异，可下一秒，无数蓝色铭文链接天地，寂灭气息席卷，上古杀阵。柳如烟心中连连惊呼，死死盯着我，妄图将我碾穿。究竟是谁？玄铁龟慌了，恐怖的气息锁定了他，天际浮现无数鬼影阴兵，毁天灭地的威压降临。砰！玄铁龟被压得死死趴在地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玄黑铁链封锁虚空，判官虚影凌空而立，对着他摇摇一指。死！黑雾钻入玄铁龟印堂，灵魂被撕扯的剧痛让他惨叫。短短几秒，他双眼便失去了神采，彻底死去。杀阵散去，天地重归清明。上古杀阵恐怖如斯，我咽了咽唾沫，修炼的欲望达到顶峰，直勾勾地看向身旁的白蛇。这黑蛇到底是谁？竟然还拥有上古杀阵，本宫竟然一点都不了解。这位转世重修的黑蛇，他到底还有多少种本宫不知道的手段存在？柳如烟沉浸在震撼中，甚至忽略了我那充满侵略性的眼神。不行，从今天起，本宫得跟他打好关系，日后杀回33重天，多一个帮手自然是非常不错的。他脑补出我是一位转世重修的顶级大脑，态度瞬间积极，哟呵，主动跟我打好关系，这下真成自动挡了。我一不抽烟，二不喝酒，就好点色怎么了？我心中洋洋得意。柳如烟游到玄铁龟尸体旁，先去看看那臭王八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柳如烟游到玄铁龟尸体旁，先去看看那臭王八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不管他要不要，本宫必须得先把东西推给他，让他先用。他想讨好我，5阶妖兽肉身是大补。我看着那磅礴血气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这玄铁龟的妖丹给他吧，有他在，本宫至少不会出现生命危险。先把修炼资源挤出来给他，他主动退后为我护法。我凑过去用头拱了拱尸体，示意他吃。他刚才不是很渴望吗？本宫看他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，怎么现在还要给本宫吃？柳如烟愣住了，他回头一看，我已用妖力将玄铁龟分尸处理好了血肉，竟然帮助本宫将那玄铁龟撕裂了。他怎么对本宫这么好？丁，柳如烟好感度上升15点，当前好感度35点，只是分个尸就加15点。我心中震惊，叼起一块肉放在他面前，哥这绅士的样子迷不死你，可别这么快沦陷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是，本宫好为难啊，明明本宫是想让他吃的。他迟疑着撞上我诚挚的眼神，终于不再压制食欲。不对，这样子是不是不太淑女了？本宫也得注意一点形象。咽下一块肉后，他竟开始顾及形象，我假装没看到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本宫推脱了的，是他非要本宫吃的。柳如烟委屈巴巴地嘟囔着，开始大快朵颐。不管了，这是他让本宫吃的，本宫就只好勉为其难，吃下这些粗鲁的肉食好了。柳如烟咽了咽口水，依旧高高扬起头颅，语气傲娇。终于吃了，真墨迹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吃完玄铁龟，我的肉身肯定能再强几分。至于那颗5阶妖丹，吃下后铁定能突破4阶。正当这时，周围树林中传来沙沙的摩擦声，上百头妖兽从中走出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应有尽有。
多是1、2阶，3阶不过2、3头，似乎都是之前玄铁龟的小弟。不清楚对方来意，我警惕地眯起双眼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奇了怪了，刚才那异象应该不只是我们3个看见了吧？他们怎么一点也不害怕？我心中疑惑，但根本不把这100余头妖兽放在眼里。我已经是3阶妖兽，硬刚4阶都不在话下，打这些低阶妖兽简直像打宝宝一样轻松。突然，所有妖兽齐刷刷地匍匐在地，发出臣服的声音。老虎露出肚皮展示忠心，飞禽收拢双翼趴在地上，各种妖兽用着本族的规矩向我表明臣服。明白了，看见玄铁龟被我秒杀，开始拜码头了。不过我该不该收下这些小弟？我陷入深思，这些低阶妖丹对我们用处不大，收下他们不仅能掌控密林，还能避免被骚扰。虽然我不怕，但大象也烦蚊子。我高傲地立起上半身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发出一声毫无敌意的嘶鸣，表示接受。妖兽们激动无比，庆幸自己保住了性命。他们不知道什么阵法，只知道那恐怖的5阶玄铁龟死在了我们手里。我也成老大了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成为这一片的统治者了？我表面威仪堂堂，心中却暗自窃喜。第一次当老大，实在有点兴奋。还没等我多想，妖兽们便推来了大量贡品，100年药材、珠宝、黄金，各色宝石堆积如山。这是给我上供的，挺好，很不错，有心了。我满意的点头。我只挑了几株需要的药材，剩下的示意他们拿回去，全当收买妖心。见我如此仁慈，妖兽们更兴奋了，纷纷觉得新大王是个好妖。别激动，跟着本大王混，有我一口肉就有你们一口屎。我春风得意，正准备巡视领地混个眼熟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：妖丹给黑蛇吃。柳如烟依旧保持着高冷的表情，却不合时宜的打了个饱嗝。他吃撑了话都说不利索，还给我吃啊！见他迟迟不动5阶妖丹，我懒得推让，直接将妖丹推到他嘴边，示意他张嘴。他这是要亲自喂本宫吃东西吗？本宫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不吃就不吃，本宫自己吃。柳如烟错愕了一瞬，似乎脑补了什么，娇愤的一口吞下妖丹。变态妞，还好意思说我？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你脑子里想的不健康。我咂咂嘴，不敢想象2条蛇纠缠的辣眼睛画面。他竟然还会娇羞。不对，本宫还是2阶妖兽，这是5阶妖兽的妖丹，坏了，本宫要被撑死了。刚吞下妖丹，柳如烟终于意识到这个致命问题：5阶妖力何等庞大，她体内的功法急速运转，试图吞噬这股力量，却根本承受不住。她疼得满地打滚，白色的鳞片瞬间变得通红，像只煮熟的大虾。这下糟了！我大惊，顾不上吐槽，立刻用妖力探入她的血管。我引导着她体内狂躁的5阶妖力，将其抚平，转化为温和的养料。玄铁龟残存的凶性也在我的压制下消散。现在我先带着她修炼，尽可能的让这变态妞吸收更多的妖力。我牵引着她的妖力运转周天，在这过程中，她的修为节节攀升，2阶中期、后期、巅峰，3阶初期、中期、后期，本宫3阶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柳如烟心中惊呼，激动万分。5阶妖丹差点撑死她，但也让她一举突破到了3阶后期。还没等她平复心情，我身上也爆发出了强烈的妖力波动。4阶了，还在上升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她到底是哪位大能的转世？柳如烟的激动瞬间被碾碎，我的气息一路攀升，3阶后期、4阶初期、中期，最终停留在4阶后期。我下意识想开口说话，却被喉中的横骨挡住。看样子我能够开始炼化横骨了，只要炼化了横骨，我就能够开口说话了，不至于让我憋死。我心中盘算，终于能熬出头了。他4阶了，明明没有服用什么妖丹和资源，但修炼的速度就是比本宫快。莫非他是一个修炼杀戮的，以杀戮为道，每杀一生灵，吸收其血气和培养杀意就能突破。柳如烟又开始疯狂脑补，认定我是修杀戮道的大能。这虎妞又开始寻思这个寻摸那个了。等等，我感觉我好像能起飞了。我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，意念一动，妖力运转，我庞大的娇躯竟然真的腾空而起。还可以，只能进行短暂的飞行，但也不错了。或许5、6阶就能飞得更久了吧。我翱翔在半空，心中狂呼。第一次飞行还有些不适应，需要勤加练习。4阶就能御空飞行了，果然一定是转世重修的。若非转世重修，4阶怎么可以学会御空飞行？最起码也得5阶才行，天赋异禀啊！柳如烟彻底叹服。落地后，我带着他返回灵坛，他潜入坛底疯狂吸收灵气修炼，是要早日突破4阶，而我则专心致志地用妖力打磨喉中横骨。不错，不愧是天生牛马圣体，我还没有出手，便已经给自己抽鞭子套抉择，那我也要加快炼化横骨的速度。我还没有出手，便已经给自己抽鞭子套抉择，那我也要加快炼化横骨的速度。趁着他还不能说话，我赶紧多说2句话，憋死他，急死他。我坏笑着全力炼化横骨，我那人头大小的妖丹内，妖力如湖泊般宽阔，足以支撑我完成炼化。日夜交替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。许久未说话，我发音十分生硬。什么动静？修炼中的柳如烟被吵醒。等等，这小泥鳅4阶了，应该是炼化了横骨，开口说话了。他恍然大悟。你好。我转过头，生硬地向他打招呼。这小泥鳅是在跟本宫打招呼吗？竟然这么有礼貌，这是他该做的。本宫身为女帝，怎么可能主动打招呼呢？他心中傲娇地哼了一声，表面却依旧高冷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心中暗自吐槽。我叫许金龙。你好。我假装听不到他的心声，继续自我介绍。许金龙，本宫记住了，但你在本宫这里依旧是小泥鳅。他高冷地点了点头，希望从今以后你我好好相处，互帮互助，共筑大道。我保持着礼貌的距离。既然是你提出来的，那本宫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你好了。
虽然本宫实力差一点，但日后的上限非常高，教好本宫对你没有坏处。他心中默默回复：真高冷啊！我正感叹着，数道属于人族修士的气息突然从远方急速逼近，师兄，这里应该就是密林了吧？算算时间，那灵宝经过100年孵化，这几日应该就是诞生的时间了。天空之上，几个身着道袍的修士御剑而来。是啊，当年还是我师叔发现了这处宝地，其中孕育了灵宝。前2年路过此方密林，我感受到了充沛灵气，肯定是那宝物带动的灵气。为首的中年男子轻抚长发，笑容高高在上。他们一行4人，一个内门长老带队，一个外门长老，2个内门弟子。对了，师傅，1个月之后千年灵药出世，我们要不要过去参与一下？就算是拿不下来，也要去见识见识其他宗门天骄的伟力。大弟子恭敬发问：这个回头为师给你们2个要2个名额，过去观摩一下就行了。参赛天骄无一不是引灵后期巅峰，又或者是驻元前期的高手，你们2个实力也只够陪跑，看看就行了。内门长老轻笑：你们2人20岁出头便达到了引灵中期，日后突破驻元指日可待，成就长老之位也只是时间问题。他适时的鼓励弟子：多谢师傅，我等定努力修炼，不辜负师傅的期望。这一切悉数落入了我强悍的听觉中。千年灵药有点意思，我得去抓一个回来问问怎么个事。我心动了，100年灵药就让我和柳如烟血脉大涨。千年灵药得多强？柳如烟还在潭底修炼，我独自浮出水面隐匿气息，伪装成3阶妖兽趴在岸边静候猎物。潭底修炼，我独自浮出水面隐匿气息，伪装成3阶妖兽趴在岸边静候猎物。几十秒后，4名修士降落。哟呵，3阶黑蛇，不对，是蛟蛇。内门长老愣了一瞬，师傅，这是3阶妖兽，是要杀了吗？对啊，看着3阶黑蛇，我还有点想要饲养呢。2名弟子肆无忌惮的大声密谋，他必须死。灵宝已经被他吃了，从黑蟒晋升为蛟蛇了。若是再不早点动手，为师也不能奈何其半分。内门长老面色铁青，100年灵药被畜生糟蹋，让他愤怒不已。他们看着我，仿佛在看囊中之物，那只不过是一头3阶妖兽。你们2个去吧，让你们练练手，好为日后千年灵药做打算。若是出现什么问题，有为师在，区一头畜生伤及不了你俩的性命。你们2人都是引灵中期，自然是有与他对抗的实力。内门长老咬牙切齿不懈，亲自出手。他可是驻元中期，相当于妖族5阶。我的发，大声密谋我心中冷笑，不动声色的等待着。斩草不除，跟春风吹又生。我要等一个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。2个内门弟子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他们都是引灵中期，换算成妖族就是2个2阶，自认联手对付一头3阶妖兽绰绰有余。3阶妖兽绰绰有余，更何况身后还有师傅撑腰。好徒儿，杀了这妖蛇，为师将妖丹和精血全部赐予你们，定能让你2人修为更进一步。内门长老阴沉的脸色终于缓和，只是旁边的外门长老眉头紧锁，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师傅，我等去就回。2个年轻人跃下飞剑，抽出长剑直奔我而来。我微微眯眼，体内妖力暗流涌动。那畜生拿命来！大师兄冷喝，杀心毕露，愚蠢的人类，死！我厉喝一声，体内妖力瞬间爆发，乘风而起。还没等他们落地，我已如鬼魅般杀到。我没有张开血盆大口，而是释放出3阶妖兽独有的妖力外放。黑色妖力顷刻间化作2条巨蟒，速度快到肉眼难辨。2声惨叫同时响起，2条妖力长蟒死死缠住了他们的脖颈。清脆的骨裂声中，2个年轻人被瞬间秒杀，他们的脖子以诡异的角度折断，只剩一层皮肉连着身体，像破布袋一样跌落地面。徒儿，树冠上的内门长老目眦欲裂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辛辛苦苦培养了20年的徒弟，竟然被1秒瞬杀。畜生拿命来！内门长老青筋暴起，单手成掌击出一道法阵，灵力如汪洋般翻滚。旁边的外门长老也一同出手，想杀我，我站着让你们打又如何？我悬浮在半空，闲庭信度，4阶蛟蛇的肉身，岂是他们能轻易撼动的？我悬浮在半空，闲庭信度，4阶蛟蛇的肉身，岂是他们能轻易撼动的？2道充满杀机的攻势轰在我身上，爆发出强大的气浪，白雾瞬间将我笼罩。畜生，还我徒儿来！内门长老怒吼着冲入白雾，是要将我挫骨扬灰？就这样吗？拿我当畜生看？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啊！烟雾散去，我毫发无损，鳞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我故意硬抗，就是为了拉近距离，贴身肉搏才是妖族的真理。我身躯如神龙般扭动，瞬间逼近。不好！内门长老瞳孔骤缩，肝胆欲裂。贴身肉搏，他一个修士拿什么和妖兽拼？老东西还想弄死我，也不掂量自己什么实力。我冷笑一声，4阶妖兽的气息毫无保留的爆发。什么？4阶蛟龙？好狡猾的畜生！内门长老惊慌失措，猛地回头大吼：师弟前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可身后哪还有师弟的影子？那外门长老早化作一道流光逃之夭夭了。不好，竟然跑了一个！我不再戏耍全力出击，内门长老后退的速度远不及我，刹那间便被我死死缠住。勒紧的瞬间，他面色涨红，长剑脱手，他双手死死扒着脖颈处的蛇身，妄图挣脱，却发现我的肉身坚如寒铁，纹丝不动。糟了，这是他脑海中最后的念头。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骨碎声，这位驻元中期的内门长老被我活生生勒死。追，不能让他跑了！斩草不除，跟春风吹又生。确认内门长老死透后，我爆发出全部妖力，全速追击那名逃窜的外门长老。他只是驻元前期，相当于4阶妖兽，在我的极限爆发下，距离被迅速拉近，你逃不掉的！我发出一声宛如龙吟的低吼，震彻灵魂。眨眼间，我追上了他，妖力化作锁链，将其死死束缚，将他里3层外3层的缠绕起来。告诉我，千年灵药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我恶狠狠地逼问。车头大小的蛇脸几乎贴在他的鼻尖上，灼热的吐息喷在他脸上。我说别杀我，求你了！我好不容易当上外门长老，也没想杀你，是他们想杀您的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他被吓得尿了裤子，嘴唇惨白，浑身抖如筛糠。废话少说，告诉我那千年灵药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怒目圆睁，声音中夹杂着龙吟。别杀我！我说，千年灵药是最近开启的一个试炼，在望城府外有千年灵药出世，1个月之后，各大宗门联手开启试炼，将弟子带到荒郊野岭参加比赛。中心区域就是千年灵药的位置，不仅是为了争夺灵药，更是各大宗门磨练天骄的试炼场。他哆哆嗦嗦的全盘托出，望城府有没有地图？千年灵药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100年灵药就让我和柳如烟血脉蜕变。千年灵药的多恐怖！有的，就在我内界里面。前辈，我把内界给您能不能放了我一条命啊？他试图讨价还价，你给不给？我怒吼一声，震得他灵魂发颤。给，您松一下。小的立刻就把那内界给您。我稍微松开了一点，他颤抖着取下内界抹去印记，从中取出一张地图，这就是内界。滴血认主后可存放物品，这地图上标注了我们的位置以及试炼山脉的位置。如果我们现在过去需要多久？到了是不是就能直接拿走千年灵药？我仔细盘问，过去大概1个月。前辈您是妖身，得绕开人多的地方，那我多久能够化形？我问出了最关心的问题。根据古籍记载，历史上的大妖化形最少也是9阶妖兽。他快哭了，生怕我一个不高兴就把他吞了。9阶嘛，那也还行吧。我有些失望，但也能接受。柳如烟再升5阶就行了。我又逼问了大陆的势力分布，得知这里是大夏王朝，这外门长老来自望城府的高阶宗门，宗主是驻元巅峰。知道了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。我用妖力卷起那界，冷冷的说道：不要啊！他刚想求饶，我瞬间发力，将其搅成了一滩烂泥。望城府之外有秘籍，我得去看看。带上那变态妞吧。我逼出一滴鲜血落在那界上，完成认主，随后腾空而起，返回灵坛。柳如烟还在潭底苦修，醒一醒。我将他唤醒，好端端的竟然把本宫从修炼状态中叫醒。罢了，不提也罢。他有些不悦，但忍住了。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千年灵药即将出世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之前你服用的龙血果是100年灵药，这个是千年灵药更好。我将地图摆在他面前，千年灵药，那得去一趟，得试试机会。他一听千年灵药，变脸比翻书还快，连连点头。我们现在就赶路过去吧。过去估计得1个月，还差1个月左右，秘境也开启了，得早走，不然去晚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千年灵药，若是能够服用1株千年灵药，本宫少说也能提升到5阶吧。柳如烟心中盘算，钱是看不上的东西，现在可是稀世珍宝，那就走吧。目的地望城府，我们齐齐跃出灵坛，直奔望城府而去。时光荏苒，近1个月后，望城府外的一处小镇上，客栈人满为患，原本的凡人早已拿了拆迁款离开，取而代之的是上千名修士，各大宗门家族的天骄齐聚于此。客栈2楼，城主大人，这千年灵药本是我们望城府的东西，干嘛要散播消息让外人分一杯羹？一人不解地问道。府的东西，干嘛要散播消息让外人分一杯羹？一人不解地问道。这等意向瞒不住的，与其藏着掖着，不如大大方方拿出来。本座定下规矩，30岁以内的年轻人方可进入试炼，52年仅30已是驻元前期。若真有更强的天骄夺走宝物，本座全当送个人情，结交其背后宗门又有何不妥？望城府城主抚须大笑，算盘打得极响，城主老谋深算，在下佩服。手下连连拍马屁。爹，现在好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星象门、魂罗门、斩颜殿都来人了，一山两殿三门来了3个了。城主的儿子面色阴沉地推门而入。什么？6个顶级宗门来了3个？手下大惊失色。不就是来了3个吗？他就是6个全来了，这千年灵宝也得给我儿子。城主脸色也沉了下来。那怎么办？我30岁驻元前期已经是极限了，他们很可能派出来20多岁驻元中期的怪物了。儿子异常愤怒，感觉煮熟的鸭子要飞了。不慌，为父前些时日倾家荡产换来了1枚丹药，你先拿着，若有不对劲立刻吞服。城主拿出1枚指甲盖大小的丹药。爹，这不能是禁药吧？为了1株灵药透支潜力不划算吧？这不是禁药，是疗伤丹，驻元前期服用瞬间恢复70%伤势，若遇强敌消耗过后服用以逸待劳。多谢父亲，儿子定拿下千年灵药孝敬父亲。儿子激动下跪。而与此同时，我和柳如烟也跨越千山万水，悄然潜入了荒山野岭之中。